丧尸爆发后，我觉醒了一个异能，一次可以驱使一只丧尸为我服务，有用，很有用。我连夜召唤出了丧尸王，把他拴门口看家。丧尸病毒爆发的第3天，我吃完了家里最后一包泡面，海鲜面贼难吃。如果可以重来的话，我一定要把那盒红烧牛肉面放最后吃，最好再来一根香肠，能有卤蛋就再好不过了。可惜晚了，我面容安详地平躺在床上，双手交合置于小腹，这样死相会比较好看。好在先前因为疫情，我们小区一直处于封控状态，丧尸病毒爆发后，楼道里一直没有出现丧尸，一时半会儿倒是不至于被丧尸啃。我乐观地想，末日也没什么可怕的，人终有一死，或早点死，或晚点死。直到我看到窗外趴着一只丧尸，我破防了呀，姐妹们！我家30楼，那只丧尸以一种极其扭曲的姿态，单手扒拉着窗沿，嘴里呵呵地叫着。我整个人直接从床上跳起来，还没等我尖叫出声，又见他艰难地扬起了另一只手，那只手上挂了一个塑料袋，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里面是一盒泡面、红烧牛肉面，还有火腿肠和一个卤蛋。我咽了咽口水，从床上爬起来，慢慢地靠近窗口。就在我犹豫怎么弄走丧尸得到这个面的时候，他把泡面摆在窗台上，自己走了。生物学意义上的走，我眼看着他从30楼跳了下去，摔得稀烂。我抱着泡面，低头看底下模模糊糊的丧尸尸体，心里闪过一个念头：我莫不是天选之子吧？我看着底下密密麻麻的丧尸群，默念一声，我还想要一桶水。楼层太高，下面丧尸又太多，我不太能看清他们的动作。但10分钟后，一只丧尸从对面的商超里出来了，扛着一桶水，5000克的那种。走到楼底下的时候，他停住了。扛一桶水爬墙这个事儿，确实有点难为丧尸了。但我不管，我拉好窗帘回去，一边泡面吃，一边等着丧尸给我把水送上来。4个小时后，我听到窗外传来了熟悉的声音，呵，明显有点体力不支了，可怜了。我3两步走到窗边，拉开窗帘，接过丧尸头顶的水，谢谢大哥郎，再见大哥。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我好像从丧尸灰白的眼球里看到了解脱的神色。松手，坠落。我果然是天选之子。经过几天的实验，我得出了一个结论：每当我许出一个心愿，上天就会随机抽取一个倒霉丧尸替我圆梦。限制是每次只能用1个丧尸。问题不大，够用了。我立马原地复活，开始收拾屋子。我租的是3室1厅1厨1卫带阳台的房子。我准备把次卧和书房都改造成储藏室。我喊了一只丧尸上来，替我把一些占位置的小东西弄走。什么桌子、椅子、台灯的都不需要了。搬了整整1天，才把书房彻底搬空，高空抛物还砸死了几只丧尸。动静大，肯定还是有人注意到了。住我楼上的房东探出头来看，正好撞见我准备往下砸椅子。小梦啊，你别冲动，咱们再等等，救援会来的呀。我说好，然后松手把椅子扔下去了。扔到最后，只剩下次卧的1张床，实在是太大了，搬不了，暂且搁置。之后就是囤物资，白天的动静太大，担心引人关注，我特意停了2天。第3天晚上，我才喊了丧尸来给我送货。为了不被人发现，我特意喊丧尸从楼侧边爬。可这些丧尸太弱了，轻便的东西一次都至少需要1小时，更别提桶装水这种大件了。太慢，加上每只丧尸都是一次性的，多少有点费丧尸了。时间久了，楼底下都是丧尸骨头，难免引人怀疑。如果能有一个厉害一点的，可以重复使用的丧尸就好了。思来想去，我对着窗口试探性的许了个愿望，给我来50斤大米，让最厉害的丧尸给我送。我趴在窗口往下看，乌漆嘛黑的有点费眼。10分钟过去了，没动静；半小时过去了，没动静；1个小时过去了，还是没动静。我寻思这个服务可能不接受指定，正打算重新许愿的时候，动静来了。窗台下伸上来一只手，在黑暗里，这只手白的好像能反光。这不是丧尸的手，我确信。下一秒，一个男人出现在我面前。呵，还是个熟人。我靠在窗边，冷笑：好久不见啊，前男友，几天不见这么拉了呀？说起来还挺俗套的。我跟陆英怀是大学同学，在一起3年了，他一直说自己是孤儿。然后半个月前，我被一个女人甩了一张100万的支票，她说她是我婆婆，喊我跟陆英怀分手。陆英怀个小崽种搁我这儿卖惨卖了这么多年，合着是怕我贪他钱呗？分，必须分。不过钱我没拿，不是清高，也不是恋爱脑，姐妹们，我懂法的呀。我跟他说，等我的律师到了再说。他问我律师什么时候到，我说明天吧，我得先去百度一下请律师的流程。谁知道第2天丧尸就爆发了。为了阻止我暴富，老天爷也挺卖力的。我看着眼前的罪魁祸首，狞笑2声，说话呀，你来干嘛？陆英怀没说话，看着我，他的眼睛红得有点不正常。怎么，想让我收留你？求我呀！虽然过往不太美好，但看在他能越过底下的丧尸群站到我面前的份上，我还是愿意收留他的。以后指不定就能派上用场了。反正也就是委屈以后的丧尸多送一份外卖的事。
我满怀信心的等他求我，但他依然没说话，而是递了什么东西进来。我一看，50斤的大米，还是五常的。陆英怀走了，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，是不科学的那种。我眼看着他嗖嗖两下，就是嗖嗖两下呀，他就跳下去了，他还平安落地了。我当场愣住，心情久久不能平复。陆英怀，我前男友背着我成了丧尸王了？我不信。我抱着大米，对着黑漆漆的天默念，再来50斤大米，让丧尸王送。陆英怀又回来了，带着50斤五常大米。就在他再次准备走的时候，我一把把人拽住。陆英怀，你跑什么？陆英怀狐疑地看着我，泛红的眼睛透出一丝无辜来。我终于反应过来，问他，陆英怀，你不记得我了？是谁？果然不记得了。四目相对，我忽然恶从胆边生。我问他，那你知道为什么我喊你做什么你就会做什么吗？他歪头，眼巴巴地看着我，为什么？他不知道。那我就放心了。我看着黑漆漆的夜色，极其做作地叹了口气，脑子里想遍了所有伤心事，才忍住没笑出来。我一本正经地跟他说，其实你是我的追求者，舔狗你知道吧？就是爱我爱得死去活来的。你说你要一辈子听我的话，所以即使你变成丧尸了，依然没办法拒绝我的任何要求。他的眼神闪过一丝狐疑，慢半拍的脑瓜子转了很久，才终于想明白一点，然后点了点头。哦，哎呀，这可太有意思了。陆英怀呀，陆英怀，你说你终于落我手里了吧？有了陆英怀，囤物资的速度就快了很多。不论轻重，他来回都只需要20分钟，速度快到一般人甚至只能看到一个黑影。安全系数提升，我在末世压榨丧尸 2GT 22%。第一天晚上，陆英怀从0点开始搬了4个小时，12个来回，搬回来24桶水。第二个晚上和第三个晚上依然是每天24桶水。小区的电已经断了，我估计停水也就是这几天的事，加上丧尸爆发后，我就不敢喝水龙头里出来的水了，因此纯净水是必须的。第4个晚上开始是粮食，300斤大米，300斤面粉，还有一些豆类，零零总总也搬了小100斤，还有自热锅、方便面这些速食，成箱成箱的往家里搬。再之后是肉，我没有冰箱，拿不了新鲜的肉，只能是多搬一些风干的牛肉，真空密封可以常温保存的烤鸭烧鸡，肉罐头，比较好保存的下饭菜，咸鸭蛋榨菜丝也不嫌多。顺便趁着商超里的蔬菜水果还没坏，也捎带了一些回来。这些东西几乎就摆满了次卧和书房，但是不够，保证基本生活后，我看向了零食区。水果罐头，草莓、荔枝、橘子、黄桃罐头各来20罐，膨化食品、辣条、鸡爪、速溶奶茶，对了，还有充电宝。最后看着空荡荡的阳台，我又喊陆英怀搬了20个花盆回来，放上土，种上西红柿、土豆、小葱、大蒜。历时半个月，终于搭建好了我的末日大本营。最后，为了防止被人抄家，我还需要一个保镖。陆英怀，如果有人抢你的劳动成果怎么办？陆英怀看着自己辛辛苦苦搬上来的东西，突然呲了呲牙，脸上浮现出杀气。杀，漂亮。保镖 get。 陆英怀被我留下了，安置在客厅。此时距离丧尸病毒爆发已经过去了整整1个月，我也睡了这1个月来最好的一觉。第二天醒来，陆英怀在厨房给我准备早餐，身上的围裙是恋爱的时候我们一起买的，衣袖向上卷起露出小臂，手上的动作流畅又熟练。锅里是西红柿鸡蛋面，我睡前交代的。我走到他身后，还要多久呀？我饿了。陆英怀脑子转啊转，说先洗手。这一瞬间，我几乎要忘了这是末世，仿佛只是1个月前的某个寻常早晨。可惜不是。我正吃着面，门口忽然传来了砰砰的拍门声。里面还有人没？我顿住，没出声，悄悄地挪到门口，透过猫眼看见外头站了2个男人，其中一个是我的房东。小梦啊，我们来统计一下咱们楼居民现在的情况，开门让我们进去说吧。开门是不可能开门的，别说我2大屋子的物资了，就边上这么大只丧尸，就绝不可能让人进来。但是装死的话，我毫不怀疑房东会拿出钥匙自己进来。犹豫了2秒，我说，张叔，要统计什么您说吧。门我就不开了。房东说也没什么，就是问问大家还剩多少东西，关键时期咱们楼还是得互帮互助，共度难关。房东一直是个老好人，但在末世他这么说我还是有些意外。叔，我说那咱们会发东西吗？您知道的，当时封小区的时候我就没买多少东西，后面还多亏了您接济。当时出现疫情的时候，上面通知说不必恐慌，我信了，第2天小区就封了，差点没饿死我。不过眼下倒是多亏了那一遭，房东显然也记得，他说我们还在统计，等一会儿要是有人有多的物资，具体怎么分配肯定是会出个章程的。我说好。房东要走的时候，和他一起的那男人开口了，小姑娘蛮厉害，没有物资还熬了1个月了呀。这怎么解释？其实我是一个蘑菇精，能光合作用。我说我吃的少，当时张叔给的1箱泡面还剩2包，要是你们今天不来，我可能就真的没办法了。好了呀，再问我就毒死你们。或许是因为房东的缘故，那个男人信了，2人接着往楼下走。
我松了口气，回去继续吃面。意料之中的，统计物资的事没了后续。末世，谁家都不会有多的物资，谁也不想当圣母。但我没想到的是，房东会给我送东西。末世之后，我的作息很规律，早上自然醒，吃完早餐躺下刷手机，等午餐，吃完午餐睡午觉。午觉睡醒起来，绕着房间溜达一圈，巡视一下我的物资，然后等晚饭。但今天我巡视到阳台的时候，发现窗外挂下来一个篮子。陆英怀，你快看看是啥？万一是个炸弹，给我炸死了怎么办？陆英怀正在扫地，闻声过来，开窗将篮子收了进来。吃的。我凑过去看，篮子里摆了一包饼干和一盒儿童牛奶，还有一张纸条。小梦，这点东西你先凑合吃着，我们再想想办法，一定会熬过去的。我只留下了饼干，想了想，又往篮子里放了2个黄桃罐头。谢谢叔，牛奶我就不要了，您还是给满满留着喝吧。这2个罐头是我之前买错了，我黄桃过敏吃不了，也给满满吃吧。满满是房东的女儿，今年3岁。我搬家的时候，她就跟在房东身后，甜甜的喊我姐姐。放好东西，我稍稍用了点力，扯了扯篮子，篮子被收了上去。我放东西的时候，陆英怀一直在边上看着，好一会儿，他忽然问：过敏？笨蛋！我推他一把，指了指卧室，去把指甲剪拿来。哦，陆英怀变成丧尸之后，指甲的生长速度明显快了好几倍，2天不剪就长了。我提了2把椅子到阳台，面对面坐着给他剪指甲。幸好你只长指甲不长牙。我想了想其他丧尸的獠牙，一阵恶寒。陆英怀歪着头看着我的动作，好半天忽然开口：长了。我狐疑的抬头，正好对上陆英怀的脸，就见他突然咧开了嘴，露出2颗獠牙。哦豁，倒是不长，就是比正常人的小虎牙长出1倍，有点可爱。我放下他的手，伸手摸了摸他的牙，还挺尖。下一刻，陆英怀忽然合上了嘴，尖利的牙齿在我的指腹上微微摩挲，一阵酥麻感袭来，我条件反射地颤了颤，迅速收回了手。你咬我？没。陆英怀摆摆手，否认。你还不承认？陆英怀有点反应不过来，但还是坚持否认。没。我打断他，算了，我原谅你，下次不许了。陆英怀懵了，脑子跟不上，愣愣的点点头。哦。傍晚，小区停水了。当时陆英怀正打算做饭，打开水龙头的时候，里面的水忽然就成了血红色。好在我之前就囤了水，晚饭还是如常的吃上了。吃完饭，我盘点了一下库存，还剩50桶水，不多，但够用。只是对面的商超迟早有搬完的一天，之后得让陆英怀去更远的地方进货了。就在我考虑要不要让陆英怀今晚再出去抗水的时候，敲门声又出现了。砰砰砰砰砰，这次的人更多了，手里拿着各式各样的刀具，似乎是准备做点什么。上次进货忘记拿武器了，记下，今晚就去拿。门外，房东开口道：小梦，还好吗？我们商量了一下，这么耗下去也不是个办法，准备出去找点吃的，你要一起吗？我松了口气，说不必了。我手脚慢，就不出去给大家拖后腿了。听到回答，房东没有太惊讶。好，那等我们带东西回来再给你分点。我刚想说不用了，就听上回那个男人开口嘲讽道：姐夫，你也太好说话了，咱们这可是拿命赌呢，你说给就给了。这里头住的不会是你姘头吧？我想起来了，这男人是房东的小舅子王顺，失业之后说是来帮姐姐姐夫看孩子，来了一直没走，正好房东房子多，就让他一直这么住下了。房东皱眉呵斥他，胡说什么？人小姑娘一个人不容易，咱能帮就帮点。是，您大善人。王顺冷哼一声，脸上逐渐浮现出一丝轻佻。小梦是吧？你看我姐夫对你这么好，你好歹开个门让我们见见吧，这么一直关着门可不礼貌。行了，房东呵斥住他。小梦啦，那我们就走了呀。我忽视掉王顺的发言，对房东道：好，张叔您注意安全。目送他们离开，我叹了口气，看来囤水的计划要延迟一下了。我问陆英怀，他们会平安回来吗？他说会，附近的丧尸都不是什么厉害的东西。我说也对，但凡稍微有点脑子，也不至于一个个的从30楼跳下去。但我还是有点放心不下，就一直坐在客厅听着动静。我躺在沙发上，脑袋枕在陆英怀的腿上，玩着手机，因为断网，只能玩消消乐。还剩不到100关我就要通关了，每一关我都很珍惜。陆英怀，我想吃西瓜。就在1周前，我吃完了附近超市最后一个新鲜西瓜。我放下手机，仰头看着陆英怀，你会种西瓜吗？他摇头，不。你怎么这么笨呀？我伸手揪住他的脸颊，那怎么办？我就是想吃。陆英怀脸上浮现出一丝不知所措，显然这个问题超纲了。我嘿嘿一笑，收回手朝着他的小腹伸去，既然这样，看看腹肌。不知道为什么，陆英怀成为丧尸后格外的守身如玉。果然，我才刚说完，他就摁住了我的手，平时要转好几个弯的脑子一下子就畅通了。不，有一点点可爱。还想调戏，就听见出去的人回来了，并且满载而归。我坐在沙发上都能听到王顺的声音。
丧尸也就这个逼样，早知道老子这些天也不会过得这么穷酸。不过好在现在发现也不晚，这么多吃的，可有一阵子舒服了。声音越来越近，我感觉他在我门前停下了。小梦啊，你要不要出来看看？缺啥自己拿点啊。这话我是不信的，于是我没有出声。果然听他继续喊着，不过我跟我姐夫可不一样，女人吗？这种时候了，吃饱饭比什么都要紧，也该豁得出去了是吧？可去你妈的吧！我冷笑一声，我饿不死，就不劳你费心了。吃还嘴硬。他靠在门边，我姐夫家里我姐说了算，只要我跟我姐说一声，以后你看他还敢不敢给你东西？女人啊，还是得找个依靠的。笑死！我瞟了一眼他的身高，你也说是依靠，就你这样的，往我身边一站，那人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拄拐呢。他气急了，叭叭叭的在门外骂。我不打算搭理，这种人只有动手才痛快，但眼下不合适。我转身去找了副耳机，正打算戴上，却瞧见陆英怀走到了门边，正打算开门，吓得我赶紧给人拦下。宝贝，你知不知道自己是丧尸？陆英怀不解地看着我，瞳孔的红色更鲜艳了一点。我攥着他的手把人拉回卧室才敢说话，不许出去。陆英怀手指着门外，一脸的执拗，骂你。那你也不许出去，你出去了他万一看出你不对劲怎么办？陆英怀反应了一下，说杀。以前没看出来你这么有暴君气质啊。我把他往床上一摁，把耳机往他耳朵里一塞，转身把卧室门关上。陆英怀，你好好在里面待着，不许动。陆英怀闷闷地坐在床上，没说话，还有点倔，给我看笑了，揉了一把他的脸。我往床上一倒，我睡了，你就这么待着别动。照理说陆英怀是没办法拒绝我的要求的，所以我很放心地睡了。但是谁能告诉我为什么我会在他怀里醒来？我是被冻醒的，大夏天没有风扇没有空调，我被冻醒了。那一瞬间我以为丧尸病毒导致四季错乱，直接入冬了，结果一睁眼就对上了陆英怀那张无辜懵懂的少男脸。真冷啊！我默默地收回了搭在陆英怀腰上的胳膊。陆英怀，谁允许你上床的？陆英怀无辜，你热。关于我睡得太热要求陆英怀陪睡这件事，我说我那是梦话，你这么大个人了，需要自己有点判断力知道吗？陆英怀说好。我满意的翻了个身，准备趁着凉意还在睡个回笼觉。你先去做早餐吧，我想吃火锅。我迷迷瞪瞪地闭上眼，察觉到陆英怀没动。这不是梦话。哦，回笼觉睡到10点，早午餐的时间。阳台窗外又晃晃荡荡地放下来一个篮子，这一次里面的东西多了不少，有牛奶，有火腿肠，有泡面和1罐米和几个咸鸭蛋。在末世，这已经是很丰盛的食物了。为了不引人怀疑，我照例拿了一半，但这次没再放吃的进去，我不可能买错这么多过敏源。我翻了翻我的物资库，扒拉出一盒没开封的乐高，没分手前给陆英怀买的，买完就分手了。我瞪了一眼陆英怀，准备把乐高放进篮子。我的。陆英怀指着我手里的乐高，语气依稀还有些委屈。嘿，小丧尸还学会委屈了？别乱说话呀，什么就你的了？这房子里的东西都是我的哦。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明明都失忆了，陆英怀就偏偏拽着这个乐高不放。我的。行行行，你的你的。我懒得跟他争辩，那送给妹妹行不行？不。陆英怀从我手里拿走乐高，转头拔了2根葱放进篮子。这是他变成丧尸后第一次违背我的意思。我隐约意识到了一些事，比如他的记忆是不是还有恢复的可能，比如丧尸是不是还有恢复成人的可能，但这些都是后话。我取出篮子里的小葱，换成了一盆西红柿。陆英怀已经玩了一下午乐高了，原本这个时间他应该在陪我聊天。虽然他反应慢，但好歹是活人哦，活死人，在末世能有个人说说话可太幸福了。但今天他已经2个小时没理我了。陆英怀，陆英怀，你放下手里的东西跟我说话。不，甚至没有看我一眼。完犊子了，我好像控制不住他了。陆英怀，你就跟你的乐高过一辈子吧。我愤愤地离开客厅，走到阳台，准备看看我的土豆番茄小葱们长势好不好。刚刚打了几个雷，看样子是要下雨了，得接点雨水备着用。本来这个事儿肯定是让陆英怀来做，谁知道他今天不听话了。生气，我索性在阳台坐了会儿，夏天的雨来得很快，没一会儿就倾盆下。我的阳台是全包的，因此接水的时候会辛苦一点，得伸手出去。刚要伸出去，就被陆英怀拦住了。别，他的脸色很严肃。我愣住，这雨有问题。确实有问题，这雨是红的，一开始并不明显，越来越红，最后甚至粘稠起来，像鲜血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嗅到了不寻常的意味。陆英怀认真道：丧尸潮。小梦，我们打算今晚再出去一趟，你要一起吗？红雨刚停，房东就再次敲响了我的门。这一次人比上次更多了。上回王顺的动静太大，许多人都知道他们带了东西回来。我看着一脸和善的房东，想到陆英怀说的丧尸潮，劝道：今天的天气有点不寻常，恐怕有什么变故。张叔，你们要不要改天再去？
房东有些犹豫，王顺冷笑一声，女人就是逼事儿多，什么天气不寻常，这世道哪里有寻常事？行了，人家有人养着呢，瞧不上咱们这点东西，咱们赶紧走吧。忽略掉王顺，我继续道，张叔，还是再想想吧，晚一天而已。这时候其余人也有些躁动了。老张，我们家里可等着吃饭呢，拖一天就得多饿一天，走吧。是啊，女人家的懂什么，胆小怕事，我们这么多人怕什么？他们还是走了。我问陆英怀，你这么厉害，能控制其他丧尸吗？陆英怀摇摇头，然后把手里拼了一下午的玫瑰花递给我，不能，我能打他们。好厉害哦！我看着窗外越来越赤红的天，只能希望他们早点回来，别碰到丧尸潮。9点半的时候，我从阳台看到他们一行人从对面的商超出来了。可2分钟后，我听到了隐隐约约的嘶吼声，整栋楼都好像晃了晃。丧尸潮来了，铺天盖地的丧尸从远处过来，不过瞬间就包围了整个小区。我下意识抓紧了陆英怀的胳膊，你能救张叔吗？陆英怀说可以。我看着他从阳台窜出去，底下的丧尸像是察觉到什么，一瞬间四散开来。也就是这一瞬间，给了房东几人一个喘息的时间。我看着他们惊慌失措地往回跑，确认几人都进门后，陆英怀很快回来，只是脸色很不好。我赶紧检查了一下他的身上，你受伤了？陆英怀摇摇头，扒拉着身上的衣服，脏。不对劲，陆英怀和做人的时候越来越像了，都开始洁癖了。我正要说什么，听到脚步声从楼下传来，有些凌乱。我听到有人颤抖的声音，他们还在外面，谁让他们自己跑得慢了？你没看见丧尸都追上来了吗？不关门，咱们都得死。这个声音是王顺。可老张明明进来了，你为什么推他出去？我呼吸一滞，听王顺说，他非要等那些人，我能怎么办？他们明明都可以进来，那群丧尸速度这么快，谁知道先进来的是什么？我凑到门口看，果然没有房东，明明他都进来了呀。我跑到阳台，向下张望，我问陆英怀，房东还活着吗？陆英怀扫了一眼，伸手指着楼底，没有活人。我鼻头一酸，好半晌没反应过来，这么好的一个人，怎么就没了呢？不知过了多久，我听到楼上开窗的声音，是房东太太。我抬头正好对上她的脸。这一晚我睡得不太踏实，梦里总是若有若无地听到敲门声。凌晨的时候又下了一场雨，狂风骤雨里夹杂着一些呜咽。我迷迷糊糊地起来检查了窗户，确认没有问题，才又躺下。第二天我醒来的时候已经10点了。我是被一阵打斗声吵醒的，起床出卧室，陆英怀还坐在地上捣鼓乐高。我问他，丧尸进来了？陆英怀摇摇头，他们不敢。既然不是丧尸，那就是人了。我在陆英怀身边坐下，有意无意地拨弄着他面前搭好的东西。想了很久，我终于意识到该搬家了。这栋楼注定不会平静下去了。可搬去哪里呢？我看着傻不愣登的陆英怀，陆英怀，今晚你去看看附近有没有闲置的房子吧。我给他讲了我的要求，最好是独门独栋的那种别墅，私密性强，又有足够大的空间囤物资。公寓还是不够安全，眼下他们出不去了，迟早都会注意到我。物资什么的带不了太多走，过于惹眼了。我打算留给房东太太和她的女儿。篮子。听到陆英怀的声音，我朝窗口看去，果然那个熟悉的篮子又出现了。这一次上面没有东西，只有一张纸条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求你们帮帮满满。是房东太太写的。我心里隐约有些不好的预感，既然决定要走了，我比往常多放了一些食物上去，除此之外又放了一个充电宝。可篮子没有动。一旦有了搬家的想法，我就迫不及待地想离开这里。不过临走前我还想做一件事。房东被害后，楼里对王顺的意见很大。可很快，王顺拿到了房东的钥匙。一开始，他以楼栋互助的名义，将人不在的房子搜罗一空，将搜罗来的物资分发给其余人。在末世，没有什么比吃上饭更重要的，大家明面上又恢复了和谐平静。可物资总会耗尽，等物资再次耗尽后，他又提出了共享楼栋物资，让所有人拿出家里的物资，集中起来平均分配。没有物资的人自然是没有意见，有物资的倒是反对，可没有用。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王顺带着一群人强行开门清点物资。很快就轮到了我。开门，别逼我们动手啊！王顺一脸痞气地站在门外，身后跟着好几个年轻人。我看了一眼还在拼玫瑰花的陆英怀，心里倒是不慌。我说过我没有吃的。少废话！王顺拧着门把手，有没有吃的开门了，我们自己看。那天就是这娘们说外头不对劲，我看不对劲的人是他才对，可怜我姐夫还给他吃给他喝的，现在可好，被他咒死了。或许这样想会让他们有正义之士的错觉。我摁上门把手，问：你们确定要进来看？啪嗒，我打开了房门。王顺愣了一秒，很快带着人进来。见到陆英怀的时候，脸色有些不好，一行人都警惕起来。发现陆英怀只是木愣愣的玩积木，又放松了警惕。傻子，不是我说，都这世道了，女人还是要为自己想想，小白脸可不能填饱肚子。下一秒，他的视线挪到了厨房，料理台上还摆着一串腊肠，
一只酱鸭，是我今天的伙食。几人的眼睛都亮了，没想到这娘们藏了这么多好东西。我打开书房和次卧的门，是呀，好东西多着呢。几人疯了似的看着我的物资，连句话都说不出口。我趁势走到大门口，关上了门。好半晌，一个年轻人盯着物资问道：“顺哥，这些东西咱们怎么搬走？”王顺一巴掌拍上那小子的后脑勺：“搬什么搬？搬出去让所有人都知道咱们有物资了吗？”王顺看向我，没想到是我看走眼了。可惜这世道一个女人藏着这么多少东西，可不是什么好事。王顺忽然神色暧昧地伸手搭上了我的胳膊，还是需要有个男人才能护住啊。咱们顺哥说的对。几人开始起哄，大量的物资使得他们瞬间轻松起来。下一秒，一块积木飞过来，在王顺脸上刮出一道血痕。陆英怀站在沙发前，冷眼看着他们，瞳孔的红色愈发鲜艳。几人面面相觑，显然是忘了还有一个人。操你妈的！王顺放开我，走到陆英怀面前，一脚踢翻了陆英怀的积木。很快，他们意识到了不对劲，因为陆英怀冰冷的体温和不正常的瞳孔。他是丧尸？不可能，他怎么可能是丧尸？王顺看着我，一脸的不敢置信。我笑笑，你猜猜，这么多物资是怎么来的？一群人顿时面如土色。王顺依然叫嚣着，我要出去告诉所有人，你养丧尸。我凑近他，那你再猜猜，你还能出去吗？从他们进门的那一瞬间，我就没想过让他们活着出去。可我没想到，最后他们并不是死在陆英怀手里。房东太太打开了单元门，整栋楼瞬间被丧尸淹没。在门外传来丧尸脚步声的时候，陆英怀眼疾手快地将几人一起推出了房间。他们甚至没有机会发出求救声。窗外，房东太太的篮子依然挂在外面。我把东西收进来，再看那张纸条，忽然意识到了什么。他见过你。陆英怀回忆不起来什么时候被瞧见的，但眼下这个已经不重要了。楼上的窗开着，陆英怀上去接来了孩子。孩子在睡午觉，小孩绝尘，被抱下来也没醒。我把孩子放到床上，看着这间住了3年的房子，咱们这几天就搬走吧。陆英怀疑惑地看我，他们都死了。是这样，可这里还是不方便。没人知道这场浩劫什么时候才能结束。假如一辈子都结束不了，我可不希望我剩下几十年都待在一间屋子里。更何况，你想以后继续爬30楼吗？但陆英怀连夜挑好了房子，就像我要求那样，独门独栋的大别墅，在郊区，人少，丧尸也少。是还没卖出去的新房吗？陆英怀摇摇头，不是。那主人回来了怎么办？陆英怀说不会。你怎么知道？陆英怀面露迟疑，房子是我的。虽然很不合时宜，但我还是没忍住踢了他一脚。呵，之前委屈大少爷跟我住这小房子，真是委屈您了。陆英怀没敢还口，对不起。都想起来了。陆英怀点头，反应依然是慢半拍。我问他为什么骗我，他说没有。我是私生子，我爸一直没有承认过我的身份，我也没想过回去争家产，但他年纪大了，一直没有儿子。他说只要我跟赵氏的千金结婚，就承认我和我妈的身份。陆英怀拒绝了，之后才有了他妈找我的事。只是一切都被丧尸病毒搅乱了。那行呗，滚去收拾东西。搬家那天天气很好，我抱着孩子下楼的时候，见到了房东和房东太太。他们分散在丧尸群里，却同时看向了我怀里的满满。那天满满醒的时候没有哭，他说妈妈说她要跟爸爸一起出去打妖怪，还说会有姐姐来接我。姐姐，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呀？我没有回答，因为我也不知道，小孩子忘性大，很快就被玩具吸引了注意力。而现在满满好像也察觉到了什么，朝着丧尸群看去。姐姐，我好像看到妈妈了。房东太太一直都是个爱美的女人，我想她一定不愿意让满满看到这样的自己。我捂住满满的眼睛，妈妈在外面打妖怪呢，不在这里。满满问，那什么时候妖怪才会被打跑呀？我回头看着这个小区，应该很快吧，妖怪一定会被打跑的。或许明天，或许下个月，或许明年，总会结束的。丧尸爆发1年后，情况并没有像人类预期的那样变好，世界各地都建立了人类生存基地。可丧尸疫苗迟迟没有研发出来，丧尸的数量只增不减，人类的领土一缩再缩。而我们依然住在陆英怀的别墅里，几百平的院子里种满了瓜果蔬菜，忙不过来，还雇了几个丧尸打杂，日子一天一天的过，倒是有一番世外桃源的样子。这1年要说有什么大变化，那就是陆英怀越来越像个人了。如果他不露出那副异于常人的小虎牙的话，陆英怀，把你的牙从我脖子上挪开。我一脚把人踢开，大清早的别逼我扇你呀。哦。陆英怀悻悻地躺平，过了会儿又舔着个脸凑过来，媳妇儿，我们结婚吧。我笑了，扯扯被子翻了个身，闭上眼，行啊，你去把民政局搬来。半小时后，我顶着鸡窝头，穿着睡衣，站在丧尸遍地的大马路上，看着眼前这个破破烂烂的建筑，边上的招牌依稀还能看出写的民政局。不是，陆英怀，你疯了。陆英怀不听，牵着我的手就往里走。不是你说
有民政局就结婚。虽然，但是陆英怀从怀里掏出身份证、户口本，那都准备好了。不，我的意思是，我指了指民政局里游荡的丧尸们，你是想让他们帮我们登记吗？陆英怀看着我，似乎在反问我，不行吗？行。陆英怀近来似乎很热衷于控制丧尸，且颇有成就。陆英怀站在窗口前，指节微曲，扣了扣台面，里头的丧尸察觉到异常，朝我们看过来，眼神里有近乎天真的愚蠢。陆英怀淡淡道：“结婚登记。”里面的丧尸360度扭扭脖子，嘴里发出赫赫的叫声，又从脸上扒拉下来一块皮。噗嗤，我笑出了声。呵，陆英怀冷笑着又扣了扣台面，这一次与里面的丧尸目光交接。下一秒，丧尸扶正了自己的脑袋，像中蛊了一般，机械地打开抽屉，翻来翻去，挑挑拣拣，才终于从里面找到了印章和一张干净的结婚证。陆英怀一笔一画地签好自己的名字，递给我。陆英怀，你无不无聊呀？陆英怀直接把笔塞进我手里，就当是陪我过家家。行行行。从民政局出来，陆英怀宝贝似的把结婚证揣怀里，接下来该挑钻戒了，然后是婚纱、布置新房、办婚礼、度蜜月。关于我男朋友在末世终于熬疯了这件事，我就多余陪他出来。我觉得我现在应该转身就走，回去继续睡觉。可是他说来都来了，倒是也对。我们去了市中心最大的商场，里头密密麻麻的丧尸感受到陆英怀的气息后，瞬间让出了一条道。哟，我干呕了一声，这里头味儿也太冲了。陆英怀像个傻子一样抱住我，双眼放光，媳妇你怀孕了？是，怀孕了，怀了个小丧尸。我梆梆梆敲他脑门，一天天净想美事儿。哦，陆英怀想了想，那要不咱把这儿的钻戒都打包回家去，慢慢挑。算了，来都来了。我瞥他一眼，自顾自往楼上走，七拐八拐走进一家熟悉的店，又熟练地从柜台底下取出一枚钻戒。行了，走吧。陆英怀有些没反应过来，我什么我闲着无聊来看看钻戒怎么了？在陆英怀他妈找我之前，我们都快谈婚论嫁了，看婚戒怎么了？我还看婚纱了呢。带着婚戒，抱着婚纱礼服回家后，陆英怀默默地划掉了原定2天的行程，然后捧着他的策划书过来，媳妇儿，婚礼你想办中式的还是西式的？事已至此，当然是都要啊。我看着外面的大草坪，咱们整一个3天3夜流水席，第1天办中式的，第2天办西式的，第3天整一个末日风，怎么样？陆英怀一丝也没有犹豫，行。然后抱着他的策划书埋头苦思去了。满满听到动静，他拉着拖鞋出来，困困顿顿的一头栽进我怀里。姐姐，哥哥在做什么呀？我呼噜呼噜他的小呆毛，哥哥疯了，咱不搭理他哈。满满歪着头指了指窗外，可是姐姐，哥哥在铲咱们的大白菜了。干，知道错了吗？看着规规矩矩跪在地上的陆英怀，我整个人都不好了。谁许你铲地的？你这是浪费粮食，你知道吗？你这样放在末世是会被株连9族的，你知道吗？陆英怀点点头，知错了，我不该铲菜。但是，陆英怀仰起头看着我，咧嘴一笑，你不是想要西式婚礼吗？把菜铲了，咱们就能在草坪上办婚礼了。更何况这个菜也没有浪费，回头酒席都能用上的。完了，孩子真疯了。陆英怀，有没有可能咱们这儿压根没人会来参加酒席？我绝望地看着门口一大堆大白菜，这得连着吃1个月吧？会有的。陆英怀还嘴硬，媳妇儿你就好好做你的新娘子吧，剩下的交给我。呵。我信了，好好跪着，什么时候清醒了，什么时候站起来。于是接下来的几天里，陆英怀每天都在卧室跪2个小时，然后出去继续铲地。妙啊！终于在婚礼前1天晚上，我拉住他，陆英怀你不对劲，你老实告诉我，是不是出事了？陆英怀点点头，转头从柜子里取出一个带天线的联络器。其实前几天基地那边的人联系到我了，希望我可以去拯救世界，所以媳妇儿，咱们的时间不多了。我摸摸他的头，算了，傻子就傻子吧。咱也不是养不起，乖，睡了。他顺势凑过来抱住我，好，把你的牙从我脖子上挪开。哦，根据陆英怀的计划，今天应该是办婚礼的日子。我睡醒的时候已经10点了，床边摆了婚纱，陆英怀不在。短暂的思考了2秒，我穿上了婚纱。没办法，自己家的傻子还是得宠着。婚纱厚重，拉链又在背后，我摸索了2下，果断放弃。陆英怀进来给我穿衣服。紧接着，我听到一阵脚步声，陆英怀推门进来。末世后我就没见他穿这么正式过了，西装挺拔，面含微笑的站在门口，倒是有几分接亲的新郎官的样子了。陆英怀安静的进来替我穿好婚纱，又给我摁在梳妆台前，笨拙的替我挽头发，最后戴上头纱。陆英怀牵着我的手拉我起来，好了，走吧，客人都快来了。院子外面，草坪、花瓣、气球一应俱全，只是陆英怀，你别以为让丧尸穿上西装我就认不出来了。草坪上摆了好几桌，来往的宾客皆是西装革履，还挺像那么回事。假如他们的动作再顺畅一点，脸上干净一点，别盯着我和满满的脖子流口水的话，
媳妇别急，客人马上就到了，这些都不算。话音刚落，门外传来了车声，夹杂着几道骂骂咧咧的声音。卧槽，刚刚那群丧尸是真能拼命啊，差点就被撵上了，幸好老子车技好。可不是吗？出趟差差点人就没了。说话声越来越近，我不敢置信地问陆英怀：“你哪儿摇来的人？”陆英怀淡笑不语，指使一个丧尸去开了门。陆哥，我们来啦！卧槽，这什么东西？卧槽！又是一阵鸡飞狗跳。好容易把人接进来坐下，他们心有余悸地看着满院流口水的丧尸。哥，咱能不这么吓人吗？陆英怀点头，可以，不用丧尸，你们来干活。其实仔细看看，这些丧尸也挺可爱的。一切都像是一场梦，有酒席，有宾客，有乐队，有司仪，就像陆英怀说的，一样都不差。可我心里越来越不踏实。婚礼的最后一天夜里，我问他：“陆英怀，你实话告诉我，他们是谁？”陆英怀没想着瞒我，一五一十道：“他们是中央基地的人，不是专门来参加我们婚礼的吧？”我垂着头，低沉着声音：“他们怎么知道你的身份的？”陆英怀沉默了，好半晌，忽然从背后抱住我：“媳妇儿，咱不能一直这么下去了。”“为什么不能？我们过得不好吗？”“好，可如果哪天我不在了呢？”陆英怀摁住我的肩膀，让我转过来：“媳妇儿，你放心，我有信心，一定能解决好问题，也不会出事的。你要怎么解决？这么多人都解决不了，你一个丧尸，凭什么让你去解决？”陆英怀没再说话。新婚夜，我们背对着背，谁也没睡着。天亮的时候，陆英怀像往常一样起床做了早餐，然后抱我起来：“好了，媳妇儿，咱们不吵了，我都要走了，给我抱一会儿。”陆英怀走了，留下了基地的人。那个吵吵嚷嚷的碎嘴子是医生，其余的都是基地千挑万选出来的军人。作为交换，他们需要在这里保护我，一直到末日结束。陆英怀离开的第1年，丧尸疫苗研发成功，而我爹生下了我们的第一个孩子，是个男孩，小名叫圆圆。陆英怀离开的第2年，大街小巷的丧尸开始被清理，人类的生存范围逐步扩大。圆圆会说话了，只是一直不会喊爸爸。陆英怀离开的第3年，街上再也看不到丧尸了，社会秩序开始恢复，末日的阴影逐渐消退。基地的人在我的坚持下都走了。我抱着圆圆坐在院子里，他问我：“妈妈，爸爸去哪儿了？”“爸爸呀！”我听着外头男男女女的嬉闹声，“爸爸去天上了。”叩叩，敲门声响起，我抱着圆圆站起来。基地的人撤走之前，担心我们孤儿寡母出事，交代了人不时的来看看我们，整得我都有退休的错觉了。只是这一次我猜错了。陆英怀风尘仆仆地站在门口，依然是熟悉的笑脸：“媳妇儿，听说你到处跟人说我死了。”